大家好，我係零心社的陳，好高興見到大家。開始今集之先呢，先賣自家廣告。上集咧為大家介紹咗 Kobo 兩部咧引起咗極大關注度最新嘅6寸彩機 Flower Color 同埋咧7寸嘅 Libra Color。若果你咧都正在留意嘅話，不妨咧睇下段片，了解佢哋嘅特色。如果咧你想輕鬆了解 E-Ink 世界嘅精選新資訊，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定期收看 E-Ink Weekly。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歡迎 Buy Me a Coffee 或者咧透過 YouTube 嘅 Super Fans 咧去贊助我真誠地感謝你。今集咧會特別一啲啊，因為咧文石同埋掌閱兩家閱讀器廠商咧都選擇將喺同一日4月23日咧舉行呢個新品發佈會，所以今集咧可以話係中國閱讀器新品特輯。好，去片。第一則係文石 E-Ink 新品嘅介紹。自4月16日起咧，經過1星期嘅預熱，文石咧終於喺4月23日發佈咗兩部中國限定10.3寸嘅黑白新型號 Note X3 青春版同埋 Note X3 Pro。分別咧係算係半年前發表嘅 Note X3 嘅弱化版同埋加強版。先為大家介紹一下咧 Note X3 青春版。佢同咧 Note X3 咧係採用咗同樣嘅 E-Ink 面板，但係由於咧減去咗嗰個前光層即係冇閱讀燈呢個係都係屬於佢咧弱化嘅一項所以標榜咧屏幕嘅通透度會更加高，顯示嘅效果會更加好。處理器方面咧會繼續採用8核心嘅高通驍龍680，不過 RAM 咧就會由4GB RAM 減成得3GB，ROM 咧都會減咗1倍，只有32GB。不過咧就依然可以插 TF 卡，最高咧係支援1TB 用量。其餘嘅硬件配置甚至模具同埋重量等等咧，兩代都一樣亦都同樣具備手寫功能。值得一提嘅係電池方面咧係冇減少到，反而係由3700毫安係加大到4100毫安。上述一系列嘅變動咧帶嚟嘅就係600人民幣嘅差價。用戶只需要咧1999人民幣咧就可以買到呢部新機啦。而文石重點推介嘅 Note X3 Pro 咧就有比較大嘅變化同埋升級。首先屏幕咧係採用咗 E-Ink Color 1200 300 ppi， 解像度咧係2480x1860嘅黑白款嘅面板。的確係市場上首次面世嘅吓。打岔一提同樣係大屏300 ppi，Kindle Scribe 咧係10.2寸，而科大訊飛嘅 X3 同埋掌閱嘅 Smart X3 咧係10.65寸。此外咧同青春版唔同Pro 版咧係會繼續有閱讀燈嘅。另一個變化咧就係模具咧係有所改動。全金屬機身咧會略有增長，由 227mm 咧係增到去 235mm， 以及咧係會略為收窄，由 186.5mm 咧係減至 183mm。而機背咧就轉用咗呢一個嘅素皮背板。而令人驚喜嘅係咧厚度係會由 6.7mm 減到去得 5.5mm， 非常薄。而重量方面咧更加係減咗40克，僅重395克。而呢一部 Note X3 Pro 嘅預售價咧係2999人民幣。順帶一提兩部新機啦都會咧係內嵌咗文石近期大力研發嘅 Bose OS 嘅一眾功能，包括 App 嘅全局手寫等等。以及用戶咧可以隨時咧係換出 AI 大模型咧係進行對話同埋詢問。如果你係有興趣文石 Note X3 系列嘅話咧，可以去佢哋嘅自營旗艦店嗰度訂購。文石咧今次發佈嘅兩部新機咧，讓到佢哋喺10寸大小嘅黑白閱讀器市場上咧，喺同樣有高效能又係用高通680嘅情況之下咧，係提供咗高中低3個價位3種配置嘅選擇，務求係能夠擊中大眾嘅需求。呢一種做法究竟能唔能夠見效呢？睇翻咧樂圖科技2023年咧中國電子紙市場嘅年報，包含咗閱讀器、辦公本同埋學習本3類嘅產品。閱讀器銷量咧係下降嘅，22年咧有42.8萬部，到23年咧就只有35.8萬部。而辦公本咧係穩定地上升，22年咧係只有24.1萬部，去到23年咧已經有30.7萬部。而學習本咧就迎嚟一個大爆發嘅升幅，22年咧只有1萬部，嚟到23年咧係有9.7萬部。早前咧係為大家介紹過嘅小圓學練機啦，係讓到猿輔導公司咧比2022年同期咧係有9倍嘅銷量增長，相當驚人。文石咧就冇呢一方面嘅基礎，喺學習本呢一類入邊咧係一路都冇着墨嘅，所以佢哋嘅發展路向咧係傾向喺辦公本方面。咁但係咧喺專項冇太大技術優勢嘅情況下，例如漢王嘅 OCR 啦、科
科大訊飛嘅語音轉文字等等所以咧文石除咗係繼續發揮佢哋嗰個閱讀同埋刷新嘅長處外，追求高配置嘅定位，行唔同價位嘅多型號路線咧嘗試可以囊括多啲唔同嘅用戶，或者都係一個發展嚟嘅。而順帶一提辦公本同埋學習本咧係針對中國市場所衍生嘅類型嚟嘅，所以咧喺海外比起閱讀器類嘅產品咧，呢兩類嘅吸引力咧又會相對細得多啦。第二則係掌閱 E Ink 新品嘅介紹。除咗文石係喺4月23號咧發布咗兩部新品之外啦，掌閱亦都喺同一日同一時間咧係舉行新品發布會，一口氣推出咗3部定位唔同嘅閱讀器，分別係6寸嘅 Leo 2 Pro、10.3寸嘅 Smart 5同埋 Smart X3 Pro。掌閱咧其實係喺2月尾先至推出 Leo 2嘅，估唔到咧係事隔唔夠2個月咧就推出咗 Leo 2 Pro。兩者嘅基本嘅硬件規格係相同嘅，包括同樣用 Kata 1300面板、處理器同埋讀顯芯片等等嘅情況之下 ，Pro 版嘅變化咧主要就係嗰個模具嘅改變，機身嘅正面咧會變成係全貼合嘅純平屏，厚度亦都會由 7.6mm 咧係大幅減至 6mm， 薄咗都相當多不過要注意電池亦都因之咧係稍有縮水，由1700毫安咧減至得1500毫安，而 Leo 2 Pro 嘅定價咧就會比 Leo 2咧就貴100人民幣，現售1099人民幣。而喺掌閱主打嘅 Smart 系列上面咧 ，Smart 5嘅定位咧係性價比路線，而 Smart X3 Pro 咧就係定位旗艦級產品。呢兩部新型號咧採用嘅同樣係8核處理器同埋獨立顯示芯片，亦都同樣係4GB RAM、64GB ROM。最大嘅差別係喺佢哋嘅嗰個屏幕嗰度。Smart 5咧係用而家10.3寸主流嘅227 PPI 面板。掌閱咧就冇寫明係用咗邊一種嘅面板，我估計咧就可能係 Kata 1000，而 Smart X3 Pro 咧就除咗係掌閱佢哋第二部 10.65 寸採用最新 E Ink Kata 1300 300 PPI 解像度係2560乘以1920嘅柔性屏。今次咧掌閱仲特別強調咧係削薄咗嗰個嘅導光板，讓到個清晰度咧係提升咗23%。此外咧 Smart X3 Pro 咧係比 Smart 5咧仲多配備咗2粒嘅實體鍵嘅。雖然 X3 Pro 咧比 Smart 5咧屏幕就大啲啦，但係咧就薄1mm， 厚度咧僅咧只係 5.6mm， 重量亦都輕咗7克左右，係只有咧重365克。而配備嘅電池筆咧係帶橡皮擦嘅 Xpen 5，而後者咧就係冇呢一個橡皮擦嘅 Xpen 5 SE。特別一提Smart X3 Pro 咧只有極地係一種顏色，而 Smart 5咧就有豬腦白同埋曜石黑兩種顏色可以揀，即係有白有黑啦嚇。以上硬件嘅差異咧，喺價格上亦都有所反映。Smart 5嘅定價咧係2499人民幣，而 Smart X3 Pro 咧就係貴咗一截嘅3599人民幣。今次掌閱咧係十分強調佢哋一系列嘅 AI 功能，包括 AI 大模型、AI 筆記、AI 顯示優化同埋 AI 閱讀等等。例如係可以快速整理同埋總結文字信息、閱讀時嘅智能劃線同埋轉寫等等，期望咧可以為用戶帶嚟更加好嘅體驗。有興趣嘅讀者咧可以去佢哋咧自營嘅旗艦店嗰度咧去訂購嘅。先要喺度咧讚下掌閱因為喺發布日之後咧，佢哋喺微博嗰度咧係有詳細分享新型號嘅規格表，仲製作好比較圖啦，標記好升級點啦，係非常清晰嘅。不過咧 Leo 2 Pro 咧嗰個表就有啲取巧，因為咧比較對象咧竟然係 Leo Pro 而唔係咧 Leo 2，因為其實 Leo 2 Pro 咧同 Leo 2嘅硬件參數基本上係一樣，就係模具同埋個屏幕係略有啲變動，電池咧甚至係會仲少200毫安，所以咧係表現唔到咧 Pro 究竟有乜嘢係咁 Pro。而喺早1星期掌閱嘅預熱宣傳當中咧，表示咧就會發布墨水屏行業嘅5大標準。當時我仲喺度諗緊，會係點樣嘅一回事呢？結果咧原來係掌閱想表示佢哋自家嘅 Smart 系列咧就正正切中咗行業嘅標杆。我都好奇其實係咪真係當得起呢？而閱讀器或者電子紙平板啦，係咪真係需要有佢哋所講嘅呢5項先至算得上好呢？或者其實係未足夠呢？你哋又覺得點樣先至算係理想嘅墨水屏產品呢？不妨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好嗱，今集 E-Ink Weekly 咧內容就暫告一段落啦。嗱，由於 YouTube 嘅演算法越嚟越嚴苛，如果你中意我呢段片嘅話，請記得係讚好我呢一段片，先至能夠讓到更加多人咧有機會可以睇到我嘅影片。如果你想定期了解 E-Ink 世界所發生嘅事物嘅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嗱，我同香港文石咧有長期嘅合作。如果你人在香港想購買文石產品嘅話，可以透過我嘅專屬連結去進入網站，結賬嘅時候咧就會自動有95折嘅優惠。如果你或者你嘅親友係人在英國想購買閱讀器或者咧係相關嘅配件嘅話，可以去我經營嘅 eReader Pro 嗰度咧去逛一逛。嗱，文石 Tab Ultra 系列嘅 Doodle 濾紙膜啦，已經補貨㗎啦。嗱，最新嘅 Nook Air 3系列咧，亦都有貨。而上一次開箱嘅 Gobel C1 手機指環，而家都喺我個店嗰度咧係有售㗎啦。記得留意佢係有加購優惠嘅喎。嗱，另外我近日咧就到手咗 BIGME 呢一部最新嘅彩機 Inklook X Color。嗱，如果你咧係有想我試用或者係評測嘅項目嘅話咧，記得咧亦都可以留言講俾我聽喎。嗱，所有有關嘅資料咧我都喺 description 嗰度咧列出嘅。感謝你嘅觀看，我係積塵，下期 E-Ink Weekly 見，拜拜。